今天呢，着重来给大家说一下动漫人物。咱介于大家就是不要说只看这一节课呢，去看，想学的比较全面是比较慢的，你得多看几节。比如说咱前几期有一节讲人物的结构啊，有一节讲人物的结构，有讲这个水彩人物等等等等。我们首先学这个画动漫人物呢，唯一的要点是注意一个黄金比例。黄金比例啊，其实咱画这种是比较简单的，然后，但是我们只要掌控好两个要点，第一个黄金比例，也就是说整甲比例，整个甲面的比例啊，整甲比例。第二个铺色啊。其实画卡通人物有多简单，只要把这两个注意好，就是颜色分布啊，注意好这两个，整个指甲做出来就是没有问题的，整个指甲去做是没有问题的。来，我给大家简单举个例子，大家一看就明白啊。像这种呢，大家想去搜素材怎么去搜？你看，就是这一系列的，这就是黑白图片。待会儿我把那个图片发到咱们这个群里面去啊。然后这个，你比如说，这是我们一个整甲的图片，我要去画它了，有背景色啊，大家先看黑白色的，有背景色，有头发颜色、面部颜色、眼睛颜色。其实这个图片相对来说是非常简单的，它要区别于那种素描或者油画的那种人物，这种画法是比较简单。但是我们去搜这种图片该怎么搜呢？我们可以打开去 B 站搜，去 B 站啊 ，B 站上有很多的这种像日本动漫翻译过来的，还有等等等等，有很多中国类型的，然后其他类型的一些动漫人物。我们搜的是什么搜？你可以搜这个日本动漫关键词啊。其实去 B 站搜的话就不需要搜了，你直接就打开，然后随便找，点开一部，它这个叫什么番剧叫啥？随便，我这个就是你看还在说话，我昨天就随便打开就找了一个图片，然后截了一个人物面部图片，我们就可以去画了。这是我们去找的一些素材图，我们不知道该从哪里找图片，去找一些那个图片照着画的时候，去 B 站去看一下啊。然后第二个去百度搜图片搜素材。也是同样，你去搜日本动漫，或者想搜某一个人物你比较熟悉的，你想画的一些啊，搜名字，或者说是搜这个剧名，或者再搜关键词，我想要的这种日本动漫人物啊，日本动漫人物，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操作，而且比较容易出款的，或者还有一些漫画系列的，你要想做线条你就搜漫画线稿啊，就这一系列的，反正你们自己去搜一下，好吧？有什么问题该问啊。这是我们再去找这种图片的时候，来，我用另外一套把这个图片给大家发到咱们这个群里去，你们看一下啊。这是我昨天截了几个截的图片，咱可以统一所有人按照这几个画啊，咱们都去画一下。然后其实这属于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，有个那个番剧叫《国王排名》。波吉，这个做在指甲上也可喜庆了。你看像这种是不是一搜出来很多头像？像这个叫波吉王子啊，波吉王子，像画他这个的话就比较简单了。波吉王子头像。就是咱平常找素材就这么去搜，人家这不是有了一些图片吗？你就奔着这种图片素材去画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来啊，我看看这个，这是两种漫画的一些操作方式。第一个，你比如说像这种简单的啊，假设说我们的背景没有这些蓝天白云，只有这一个人物，那么如果说你背景有的话，你可以涂一个单色去进行绘画。这是第二个呢，我们就可以根据它的一个整体颜色，比如说这个是偏向于发灰一点的图片，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再做的鲜艳一点。但是你看人物基本上都是比较分明的一些分界线，不需要我们做出一些阴影特别明显的地方，所以说这种是比较好画的，不要觉得它有难度啊。来，我们先拿这一个图片来举例，大家可以打开你的那个图片看一下。来，我就假设说现在我们在指甲上去画这种彩绘图片，这一个波吉王子，来看这个波吉王子，这清楚一点，用这个啊。来，我们
拿到一张图片想要进行绘画的时候，教大家几个这个要点啊，教大家几个要点。来，第一个，我们画这个的时候，先注意它的一个黄金比例，也就是说，我把这个图片完全照搬到我的指甲上，我的指甲是一个什么样的甲型，要提前确定好。比如说像这个，我们就可以完全用这种方形甲片去画画，对吧？方形甲片去画，对不对？用它去画，会把整个图案表现的更满一点，更满一点。来，像这种的。来，假设说这是一个就用它这种的来画的话，那我们要注意，那么这个图片它是正方形的，我们指甲是长方形的。除非你用这种甲型，那如果不用的话，用它我们要注意好。来，咱在指甲上怎么确定呢？比如说这个头，来，你从头到它的身子，你先量一个距离，看看如果说在1/3去分布的话，是不是正好从头顶到你底部要画的这个位置分成3部分？你看，正好眼睛这儿是一个，然后到脖子这是一个，到身子底下是一个。那么我们在这儿就在指甲上就先确定它的一个高点，假如说，哎，高点在这儿这个位置，在这个位置。好了，那么它眼睛就在1、2、3、4条线，1、2。给它注意等分，哎，你大概有这么一个定位，然后它的侧面占指甲的多少，你想画到多少，就照着最宽度画。假如我想画满一点，那么我往两侧定一下。那么你定出来这条线之后，整个这一个方形就是它头部的区域，下边就是它身子的区域，对吧？这基本的一个轮廓就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再慢慢给它细化，也就是说，所有画人物也好，第一个这是我刚刚给大家说过的，注意好它的，我重新写一下啊。黄金比例问题就是人物比例，不管是卡通的、动漫的等等都一样，人物比例问题，先去确定人物比例，再去细化它的一些人物轮廓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好，整个大概确定好了。确定好了之后，我们开始给它细化。你看它整个头部其实偏向一个椭圆形，你说圆也行，椭圆也行，对吧？但实际上因为加上耳朵显得好像就长一点，实际脸部是偏圆一点。好，咱给它确定好。你先找出人物中心线，这个是左右对称的，对吧？除了头发和发饰左右对称，这样就更好画了。来，找好它，然后确定眼睛、嘴巴的一个位置，然后发型，你可以先画发型，确定好啊。然后耳朵在这儿，因为最宽度它不可能超过它的最宽度，因为你已经确定好了。然后在人物面部，我们往里去勾画，对吧？往里勾画，基本上是不是有了？然后来发型给它加上去，它是这种，你看又有了，对不对？头顶的时候咱到哪儿呢？头顶的区域其实就是它发型的高点。你有了吧？来画上这些小东西，就是随便什么时候画都行了啊。然后眼睛、眉毛在哪儿？它跟发型跟它的头发位置是一个什么关系？眼睛在哪儿？眼睛这种是比较简单，直接点点就行啊，直接画线点点。然后来嘴巴，嘴巴注意它的一个宽度占到整个面部的多少。比如说我1分为2的话，两边我需要留多少？别人家留这么宽，你给他画一个小嘴不行。夸张化的给它表示，还有包括下部啊，包括下部去看它整体的构造，你看这不就有了吗？对不对？然后脸部就确定好了，身子就更好说了。哎，领子去找参照物，学会找参照物，学会找参照。你像比如说我要画脖子的这个宽度，那么我就照着它嘴巴的宽度来，它嘴巴这么宽，我这嘴巴已经确定好了，在它往里收一点，那就在这个位置上。对吧？就在这个位置上。好，那下面的话，它最宽这个位置拐折的地方跟它耳朵是冲齐的，将近冲齐。所以说我们再往下走的时候，哎，就顺着耳朵这么下来啊，顺着耳朵下，这边也是一样，把它小肩膀先画出来，这边要稍微胖一点。好了。你看，这基本上一个人物，这下面就是涂色画线条，涂色跟画线条。另外需要加什么？用白色或灰色去加一下它衣服的高光，但其实是并没有什么难度的，对吧？其实就是涂上颜色。好了，整个这不是在指尖部分的位置就画好了，对不对？这是这种卡通人物的画法，这种卡通人物画法。那换成我们要画这一种大型的，或者说是这个我打印的有点大啊，但是像画它的话，你看我打印的整个面部给它截出来，就是一个什么形？长方形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长方形。那么我们画这种人物比例的时候，
要看之前我教大家的人物比例建构、比例构造啊，来看看。其实像这个图片，就是这个，这是这个原图。来，你看看啊，我们首先还是按照之前说的比例，对不对？看看比例，先去勾线稿，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说颜色的问题。先去勾线稿，来，整个这个甲片，我们可以说是已经占满了。不看左边的那俩指甲了啊，咱画两个干净的。来看看这个，来从头到底，它占到整个指甲的多少？将近于4/5了吧，对不对？看1、2、3、4、5，5分之四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整个面部，你就先确定它下巴的一个点，那这就是它的一个下巴的地方。然后脸部的宽度以及头发，你比如说我到这儿。啊，这是我头发的宽度。脸部到哪儿？脸部可能就得往里收一点，对不对？你大概盯住这么一个位置来。好了，你现在就可以直接先去该铺色铺色，该走线稿走线稿。比如说我们现在以线稿来举例说，下巴在这个位置，根据它这个，咱照着画还不会吗？对不对？咱不会去设计，自己照着画还不会吗？注意啊，来，我们再来看从头顶到下巴，你先1分为2，找它的位置在哪儿。所有的啊，你们找好中心线之后，我先1分为2，也就是说这个图片我找好之后，我先从找出它下巴的位置来了。好，我整个图片1分为2，看看它眼睛的位置是在哪里？眼睛的位置在哪里？发际线最高点，这个是它的最高点了，对吧？你再把它去划过去啊，找好它的线，下巴、鼻子、嘴巴，你去找几条线，找好规律。你比如说这个图片，我们从眼睛的上方，眼睛的眼睛上侧的部分这儿，到它嘴巴下部分这个位置是相等的，但是我们不能这样算呀。但一般我们人物比例应该怎么说？这个3庭5眼，对吧？来，从发际线到它眉毛的距离，但是它发际线实际是比较高，给挡住的啊。发际线到眉毛的距离等于眉毛到鼻子的距离等于鼻子到下巴的距离，3等分。好了，我们按照这个来说，当你不知道这种人物怎么画的时候，就按照这个来。发际线到眉毛，眉毛到鼻子，鼻子到下巴。发际线比较高，好，我们先整个人物如果占满屏幕的话，那么发际线比较高，我们这个指甲比较长啊，你们要注意，不要因为指甲长把人物画的太长，可以把他的头发再往上走一走，对不对？发际线好，发际线假如说在这个位置，那么眉毛、鼻子、下巴啊，这就找好了。发际线在这儿，但实际上呢，露着的只有一部分，那么我们头发可以给它再做别的地方啊，再做别的一点。做圆一点。好，发际线，看看它的这个发型，它的眉毛只露了一部分，对吧？根据它，其实这些东西就是画线勾线，就是画线勾线，就同样用这个头发的颜色，你不行先用浅色，然后我待会儿给大家说铺色啊，先就给它勾出它的轮廓来。被我一说可能就会比较简单。人物，这是我们在这个画好它的轮廓之后的做法啊。女生女生跟男生有一个注意点，女生一般来说，她整个面部轮廓是比较柔的，她整个面部轮廓是比较柔和一些的。再把下巴给它画上，注意它的一些它的侧身啊，它的位置、角度呀等等的。然后来到眉毛中间，它靠近眉毛近一点还是远一点，去确定它眼睛的位置。好，鼻子呢点个点，嘴巴画条线，加个阴影，基本大轮廓就出来了，剩下就是填色问题。我画的比较草画的比较草，但是在指甲上你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找参照物，然后确定比例，一定要多去看比例，多去看这个比例。画整个的时候有整个的比例，画面部的时候有面部比例，画眼睛的时候用眼睛去对照它这个脸宽作为参照物，我们确定眼睛的位置，找好中心线，看看这样整个脸宽的多少，它可能眼距的宽度正好是一个眼睛的宽度，那你就这样去画。那么两侧的地方稍微可能就得窄一点，就是这么去找比例啊。鼻子就更简单，不用说了，这些小腮红啊什么的，简简单单一画，其实就是比例你只要定好了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问题。你们有的时候画丑就画在哪儿呢？
脸部本来圆的，给它画成长的；眼睛是圆的，给它画成细细眯眯眼，或者说人家眼睛本身就这么大，在眼睛里面，在整个面部来说，它就占到这么一个区域，但是你画完之后这么大，所以说就会特别的不好看。你只要掌握好了所有的比例，什么都没有问题，好吧？好了，我们接下来说这个涂色填色问题。涂色呢，一般分为两个啊。我这里给大家找了好几个图片，来，我画高一点，稍微高一点。来，假设说我要涂色了啊，我要涂色。像这一类的图片，我们先说那个简单的，好不好？先说这一个。如果来我们看整个图片，涂色看占色面积，你们自己记一下啊，看看占色的面积。你看看这个背景，它占的颜色多，还是说看一个图片里面人物占的面积多？看人物占的面积多。如果说背景颜色比较多的情况下啊，或者说它整个面部占到了整个图片的比较大的面积，那么我们就把占颜色多的那个甲油胶颜色作为甲片底色去涂。啥意思呢？你看这个小点就在图片里占这么一小点，那么我们背景就可以用这种蓝色来涂满，直接整个指甲去涂。这个动漫人物好，面部占颜色多，那么我们就找到这个面部的颜色，涂满整个指甲，然后背景涂满整个指甲，然后背景呢，到时候再拿拉线笔单独去填充，因为它的面积要少于它的面积，所以我们涂它来说要费时更少一点，对不对？而且也好涂，我们着重把人物给刻画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像这种的话，我们可以全部涂成肤色，然后再去勾画细节，再去填充，也可以像这个似的，我们背景涂好之后，先去把面部轮廓直接单独涂，明白意思吗？像画画还是有点好玩的，你们去找一下啊！我告诉你们怎么去找素材，怎么去看这个人物比例啊，等等，怎么去在支架上构造出这个人物比例都是一样的，好吧？来涂色的时候，第一个看占色面积，第二个从浅到深，由浅到深的去填色。比如说整个这个面部来说啊，没有什么问题是吧？没有问题，我关了啊，把这个。比如说你像咱这个波奇王子，先去刻画面部的裸色，然后去填充黑色，然后来再把它的一些其他这个卡通人物，这属于卡通系列的啊，没什么大的难点，就随便去填色就好了，根据它的一个颜色分布去填色。但是像这种的，我们就先去突出它的一个面部肤色来，再用比它挑灰一点的颜色去找出它的阴影部分，然后头发先铺浅色，用浅色勾画出一个大体的位置，然后你再加深，最后再提亮，啊，提亮是在最后一步。比如说这个位置，如果你能控制好提前留白也可以，也就是说我画眼睛这地方涂白色的时候，我可以提前把这个位置给它留出来，在画红色眼球的时候把这个位置直接空出来，我不涂，我也可以涂上之后待会儿再用白色去提亮，这是几种方法。你们看到这个图片好像很难一样，但实际上啊，勾好线稿，勾好基本的线稿之后，直接去铺色，或者说铺完颜色我们大体都定好了，最后先线稿涂色，最后勾线，最后是勾出它的外轮廓来。这是我们画画的一个这个顺序。但是有的像卡通人物的画法呢，你可以直接先涂色，最后去定线，也可以先去定线再去涂色，这个根据你个人习惯。最后涂色呢，最后定线呢，你就要特别控制好它的线条边缘的粗细度。然后如果填色的话，你就要注意填的颜色把这个线条给它破坏掉啊。这是几种方式。待会儿咱们会一块实操，好吧？好了，这是我们这个人物的画法。另外，我给大家再说一下，一般这种画的比较多，我们要画高级一点的，就会偏向于这一种。注意男女结构不同，结构是不同的。就单看面部来说，如果其实动漫人物，我把这个头给他换一个发型，她就是一个姑娘，有没有感觉？就是一个姑娘。我把她这些长头发都剪掉，换成短发，她就是一个男生，只不过把这些女生素材都给剪掉。所以说面部基本上大差不差，唯一要差特别明显的一个是眉毛、眉间距、眼睛的这个画法以及发型，还有它的外轮廓线。
还有外轮廓线。你看啊，一般女生面部的外轮廓线是比较柔和的，看见没有？那男生他这都是有直线，用直线去表示他的棱角分明，这是男生女生的区别。但实际上在这里面，男生就有一些很多比较柔一点的啊，也就是换个发型的问题，就换个发型他就变成男的了。就这样，所以说，你们在画的时候特别注意，你看他的眉毛，其实两个大差不差，因为他们是同一个风格里面出来的。但是要画那种比较冷酷的，你就来去看他的眼睛，可能画成一种什么菱形眼，然后眉毛变成上挑，哎，比较有眉峰的，就不是这种往下走的了。眉毛，头发啊，我这写到这儿，头发棱角就是下颌骨。哎，我是不是写反了？下颌骨就是这儿，哎，就这个位置。然后下巴其实都差不多。再就是鼻子，眉毛、眼睛，眉毛和眼睛啊。我找一下之前的这个图片，我也可以把这些图待会儿发给你们，都是找的网图，就是纯百度啊或者什么人家找出来的。哎，找好之后，我们去可以临摹一下，好吧？然后眼睛的画法有非常非常多，但是动漫人物的画法，你只会画4种。第一种是正常的眼睛，第二个就是女生一点，就是稍微柔一点，抓住它的一些特点。第三个就是正常男生，第4个就是偏冷酷一点的男生。其实基本上动漫人物就这么多啊，动漫人物就这么多。好了，来，这个大家都有问题了，没有问题咱就开始实操一下。你们想先看波奇王子还是直接看这个？大家来说一下，想先看波奇王子这种卡通简单人物画法，还是直接看这个麻烦一点的？就照着找一下看看。你们把这些要点，动漫人物也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地方，把这些要点掌握住，然后我们来在指甲上去弄一下就行。像波奇王子那个简单，不需要画了，是不是？大家找个甲片啊，咱用一个什么甲片？用个方形甲片。到现在大家有什么难点不好理解的地方吗？有不好理解的地方？我找个大甲片啊，咱画的大一点。然后那个根据指甲，你比如说如果指甲偏尖的话，下巴就别太尖，可以让它稍微掉一点。你也可以下来啊，根据指甲的长短不一样，好吧？然后把这个甲片稍微剪一下，剪短一点。行了，咱俩就当1对1了，好不好？还没实操不知道问题，跟着做一下，跟着画一下。修一下行吧，你不剪。就是这个就需要就涉及到为什么有人说老师你是不是学过美术呀？那我不就把我的一些经验教给你们啊？然后素描的基础课我都之前前几节都教给大家了，你们自己去找一下，好不好？去找一下。其实有人说老师是不是学过美术，或者说那个店家，或者说这位美甲师你是不是学过美术？其实就对你图案的一种认可。哎，就这吧，修了。好，固定好了之后啊，我们开始去实操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我就拿哪个图呢？你看我给大家发了几个图，这个都是相当于都很好画，而且很好表现的。唯一这种画的时候要注意它的头发，不要把头发画丑，不要画头发画丑。注意看，你就数数，哎，这边有几根，1、2、3、4、5，你就画上几根；这边有几根就画几根啊。来，我给大家说5，咱们就画这个，因为有头发比较不好画，是吧？我就教大家。来，我们需要准备用到什么笔呢？第一个短拉线笔，第2个长拉线笔，另外再就是咱们的小毛笔，或者说雏菊笔去填色用的。雏菊笔、万能笔都可以用。雏菊笔啊，你涂色可能就会平一点，你用那个万能笔可能就会，就稍微你控制不好它那个宽度、胶的厚度。雏菊笔就是这种小，或者说小的圆形笔、小圆形光疗笔。小圆笔啊，那叫反正很多名字。来拿咱调色盘来，啊，我就正式开始去画了。
画的是哪个呢？画的是这一个，我还是打印了一个特大的，我怕大家看不清。这个好吧，来把这个调色盘放这儿，底胶涂上去，先润笔。我们先来去配色，现在去配色。一般来说，我们用罐装胶就可以调出这些颜色来。那如果你的甲油胶也是罐装的，也可以用。然后用一些比较实一点的胶，不要太透，太透的胶不行，太透的胶不行啊。有一个专门去画这个卡通人物的一些彩绘胶。你像咱平常用的，大家用那些彩绘胶都可以。然后肤色呢，怎么去调？我在调色课里面、集训课里面也有好好教过大家，白色，如果说这个人物肤色偏粉，就白色加上黄，一点点黄，再加一丢丢的粉，或者一丢丢的红，然后去调，一边调一边看。然后如果说他的顾客偏向于暗黄一点的啊，你就用该怎么加怎么加，用土黄或者加灰加棕反正就是白色为主，白色系为主。然后这些呢，你看这个跟它的肤色是有一点点接近，但是没有这么的黄啊，我们可以给它再加点白，调的稍微亮一点，再加点白。好了，来调节方。如果你感觉这个颜色可以，那你就用它。但实际上这个咱们要画的这个图片的肤色是有一点偏粉的，有一点点偏粉，没有那么的黄。一般像这种奶油小生都会较的这种细嫩的。好了，来加点白。白色彩绘胶。画这个图案在手上价格就比较贵了啊！你们要画好之后，一个手指，比如有的人，比如一小姑娘，我就喜欢某一个剧，我想根据这个番文或这个主角，我想就画他。那你这样类型的，我们一般要多收费了啊，就是比较麻烦的这种人物。现在就变得稍微奶一点啊，这个可以，这个颜色可以啊，稍微加一点，加一丢丢的白，不行再加，不够再加，不要一次性加多了，好吧？剩下那些我们也可以用来调阴影。好了，先大概调好之后，我们再去找它的领子颜色。领子你说它是个白，其实不是白，为什么呢？你来看它的眼球的位置，是一个什么颜色？白眼球的是白的，对吧？但是它领子是偏向于什么颜色？偏灰蓝一点点，不要被别的颜色都给那个干扰。你把别的颜色挡住，只露出领子的颜色，它是偏向于一个灰蓝一点点。也就是说，白色为主，我们加一点蓝色，再加一点蓝色，再加一下它的这个这个对比色，可以调灰啊，可以调灰一点。白色，你看白色需要用到很多，所以为啥让大家去背白色彩绘胶？从这儿，基本上就用到这儿了啊。好，来加点灰，灰是什么呢？加一丢丢的黑呀，加一点点的蓝。你先一点一点的来，不要加多了。这就是为啥咱学这个美甲一定要学调色的原因。你要不学调色，那你看到这个颜色你就无从下手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对不对？多增加自己对这个颜色的敏感度。来，你看这个蓝色跟它是偏向有点接近的啊，有点接近的，但是还不够接近，我们再加一点点，加一点点之后，它实际上一个偏向于这种那个浅蓝色，所以说它明度是比较亮的。那么我们想降低它的明度这个想想啊，我们学完3原色之后，在下面我画了一长条，那就是咱们的明度我该怎么去调？加什么颜色降低明度，对吧？一点点的黑色千万不要多了，你就哪怕点一点加进去，它都会改变这个颜色特别的多。你看见没有？它整个是偏向于灰了，你看。一定是一点点，千万别那么过分，哗哗加进去。咱是有这个物件，但别太敞亮了啊！都拿走，都给你们。
光晕线啊，基本的大颜色、淡颜色肤色，还有领子的颜色，还有外侧领子的颜色是什么颜色？是一个偏向于蓝紫色一点，但是它是暗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取这个暗蓝色。大家平常我给你们弄的那个彩绘胶那个蓝就可以，用它加上一点点的红，就变成了蓝紫色。你看，咱先把这些颜色都调出来，就尽量多的去调，让大家能看清楚一些。先调好颜色，我们再画嘛，对不对？加上一点红，红多了它就会太偏紫了啊，它只是没那么紫而已，有一点深紫色，所以我们稍加一点，因为都是深色系，所以你这么调就行。赶出去看看，如果不行，你再勾一点，不行再勾一点。如果感觉太暗了的情况下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提高它的明度？就是加一点白，对不对？加点白。从这儿我来求点白吧，从这求一点白。你在旁边一点点的加，别加多了啊。好了，现在是整个，哎，你看出来它领子衣服的颜色了，对不对？就这么去调啊，这么去调，调焦还是挺有意思的。然后别调我这么大，我就是为放大给大家能看清楚一点。这样给它关，然后把这个调焦棒上的东西刮干净，不需要非得买我这个，你们用那个橘木棒什么都可以，好不好？橘木棒啥都行。好了，这里之后不要把颜色全部调，保留一下它的本色，因为每个颜色它都有一个暗色区域，有一个浅色区啊，一个亮面，一个暗面，有个明暗交界线，一定要把它给弄出来啊。头发呢，我们现在再来看看，你细项去观察，或者你眯着眼睛去看，你看这个颜色它是偏向于什么色的？灰度高一点，然后你要是看不好，你这样放大某个区域去看，这样你能很明确的知道它是什么颜色，而不至于被其他颜色受影响啊。来，红色加偏向于灰紫一点，灰紫色，灰紫色啊，紫色怎么调？想一想，紫色应该怎么调？如果有紫色，直接用紫色。那会儿有个学员问我，老师这个彩绘胶什么颜色用的多？其实基础色你们准备好了，什么颜色都能调，对吧？但是如果说是图省事儿的话，你尽量就什么颜色都得备。你看我都备着2套胶，备一套胶还是必备的。但有的彩绘胶带的那些金银线啊，那个没必要。彩绘金色、银色没必要，一般很少用，几乎不用。啊，基本上这个紫色就差不多，但是呢，它没那么的灰，咱可以给它稍微的加暗一点，或者说加一点紫色，加一点点的红，加一丢丢红，体谅一下下。啊，来，我待会儿咱们一边涂一边看，好吧？还有眼睛的颜色正红色，眼睛正红色，哎，来上涂一点。你把所有的颜色都铺上去，颜色用的少，咱就少来点就行。还有什么颜色？还有棕色。你看，你把所有颜色都铺出来，你想画哪儿的时候就画哪儿。最后剩下的颜色是什么？就是它那个勾线的颜色，我们可以暂时先不用。棕色是画它的这个眼睛外轮廓，因为眼球是红的，它的眼线你要是给它弄成黑的，就有点过分的冲击，对不对？那就所以说它用了一个棕，用了一个棕色。好了，来，咱所有颜色基本上铺好了，咱开始扫啊，就收起来就行了，一时半会儿是一个。好了，这个放在这里，甲片。看有什么问题，我先去看一眼，来回切着看。来，大家现在看到的有什么问题，你们再打一下啊！之前有可能有看不见。全部彩绘胶，对，用彩绘胶。甲油胶的话，用罐装胶可以用，不要用那个啥，这叫什么来着？加特别稀的瓶装甲油胶，因为你画边缘的时候，你还没等它画好的时候，已经自己散开了，好不好？已经自己散开了。好了，来，咱看这个图片颜色啊，有问题你们再打。我打开这个。咱们假设说就画这么一块儿，那么它什么颜色占据主要颜色？
是它的一个面部的肤色，对吧？面部肤色，你要是图省事儿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全部先涂上一层这个肤色，你也可以单独把皮肤给它留出来。我们把头发全部省掉，假设没有头发是一个光头，把它的头发和脖子单独画出来。然后背景的话，待会儿我们单独再加，也可以怎样？我们先把背景加上去，比如说它是一个蓝天白云，好，咱先涂一层底胶啊，先涂一层底胶。我这样是近一点看，好不好？近一点。建议大家画动漫、卡通人物练习打板的时候，必须要涂底胶。检查一下甲面要平整，不要有气泡啥的。接下来咱们就用这个肤色垫上去，或者说先把背景颜色给它垫上去。几种画法都可以啊，你们可以根据你想画的图片先铺底色，还是先勾人物，勾完人物最后去填背景。背景的话，你看它是一个蓝色和白色，咱就简单铺一点，简单铺一点，做一个那个渐变晕染就好，好吧？渐变晕染，然后用蓝色画这个，你们跟着走一遍，知道一个的画法以及找规律，而不是照着我去照葫芦画瓢画我这一个图案怎么样啊？找方法，咱着重的是找方法，要不然我说教你们画各种类型的得教上好长时间。好，来甲片。咱先用深蓝色涂胶，光疗笔。取少一点的这个蓝色，着重在哪儿呢？中间无所谓，因为头发都会被盖住。着重在于两侧，把两侧你露出来的那个后缘的位置，咱给它铺好颜色。你就直接拿那个啥底胶啊，蘸着底胶去给它边缘过渡开，做一个不是特别规整的渐变就好。颜色也不用特别的均匀，有的实有的虚都行。也别擦一下。人物这背景最不是什么大问题的啊，不要把背景当成难点。你甚至说拿着海绵，你用海绵给它戳几下背景都可以。你看，大概这么勾一下不就有了吗？但是面要干净啊，面干干净净的，你别这各种颗粒特重。为啥我不让大家用戳戳笔？哎呦，这地方还有个胶，刚才照灯的时候里面那个甲片蹭着。好了，来先照灯。其实背景颜色它还好说，我们哪怕简单的铺上一层，完了咱就简单铺一层吧，就尽量去学人物啊，我就用这个浅色铺一层。或者一个晕染，来，再去铺上一层胶，作为打底色啊。大家可能更愿意跟着实操作啊，或者怎么着，但是你理论掌握不好，你心里没有那个感觉，到时候你自己画的时候，不可能所有的图案我都一对一的跟你去教，对吧？你自己画就不好画，所以说这些理论很重要啊。好，来先照灯。照灯之后，咱们开始画。画之前一定要把它上面的浮胶给擦掉，把浮胶擦掉，再进行绘画。好了，来用你的拉线笔。拉线笔清洁好了之后，它整个笔是比较柔软的。拿底胶先去润笔啊，注意听，必须得润笔，不润不行啊，里面外面都润透。然后把多余的底胶给它刮掉。来，先取我们的肤色，取少一点淡淡的。我说过了，咱先去定它的位置，对吧？比如说，它整个面部占到整个图案的这个2/3，
2/3的位置上，但是它下巴的位置，你再找中心点，找好它的宽度啊，整个面部占到图案的2/3，好，那你就画2/3，剩下上面全是脸，下面是身子。那么它的宽度，找好你指甲的中心线，也就是你要画图案的中心线，它的下巴位置是在中心线偏左还是偏右？去看一下，还是在正中间啊？那你就在这儿，好，这是它下巴的位置，那大概定一下。定好之后，面部宽度直接给它按照它，整个额头发际线最高点在这儿，可能露出来了啊。宽度，淡淡的一条线就行，画不好为啥呀？画不好我们可以改嘛。棱角勾出去，啊，还有这边是直接一条比较圆弧的线，啊，过来，比较圆弧的线过来。基本上你先把它的面部位置给它定的差不多，我们再去画画。我把这个往这儿拿一点啊，因为歪了的话可能看不清。你看角度问题就会改变很多，就是同样当时学画画啊，在一个屋里，你一个石膏相放在那儿，你从这边画，他从那边画，每个人画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的。我忘擦浮胶了，咱们先擦浮胶，不擦浮胶它假面打花。还是来我们定好。其实你后期绘画了之后，你直接就可以去像我这样，来把它的线勾出来。整个面部侧面，对吧？女生的脸一般，你比如说像画可爱系列的，画脸就画的肉嘟嘟的，就是这个它的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脸腮帮子，就是也不能叫苹果肌啊，苹果肌一个人一个样子，然后但就是这个腮帮子的位置。线稿你必须把大概的位置定好，至少你看起来别那么别扭，哎，那就差不多。你自己看着这个位置就歪的话，那就别去说别的，好吧？定好耳朵这边，这边是有头发的啊，咱先大致先给它走这么一下。另外，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？它的整个面部是往哪儿倾斜的？它是正着脸看你，还是歪着脸看你？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这种，稍微歪一下头，他低头的话啊，他的整个眼睛看上去就是，什么意思？我在哪画？这个我们之前课程有讲过，这能看见吗？这边。从这儿看一下啊，这样呢是一个正侧脸，他的眼睛可以是平视的，但是稍微低一点头的，他可能，哎，它的弧度就会发生改变，哎，它的整个人物，它可能往上看的话，这条线你就往上走，往上走；往下看的话，你这条它的眼睛这条直线啊，你就往下去拐一点点。但是这个呢是偏向于往这边来一点的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在确定它眼睛的时候，哎，我先大致定好，它眼睛往这儿看的，然后侧边线从发际线正中间，你就看过它发际线正中间。去糊下来，找到它下巴的点，对吧？整个面部基本的大概位置定好了，剩下你再去填色啊，做好。因为这个位置就是眼睛的位置，眼睛跟耳朵是基本上平齐，眼睛上端跟耳朵的上端平齐，下巴是下端耳朵是到这个鼻子底，中间因为要填色，所以你把边边大致定好，就差不多啊，就差不多。这个是要再稍这一点。这中间都要填色，你就让划了就行，先定好它。然后头发的位置，我们也可以用肤色先给它勾出来，不需要按照它那个纹路画那么细。看它的整个头发铺的颜色，我们可以这个时候用那个啥出具笔啊，用那种小圆笔给它把头发给铺一下，大致走一下。
后端到这儿脖子，对吧？脖子是从耳朵后边啊，尤其是侧面一定要注意，从耳朵后面过去的。哎，这整个侧面的身子，侧面跟正面都不一样，你们一定多画，画的多了，能自己区分出来的啥都可简单了啊。这是领子，衣服，主要是咱把面部给它勾出来，勾好了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可以填色，或者说呢啊，来，你先按照它的比例，我们把它的，这是发际线，那么这就是头顶。教你们一个可简单的画法，来把它的头顶位置，头顶啊，整个头顶的位置给它定好喽。定好之后，全部填色，填成肤色。笔润笔不润笔，它就容易有竖纹。润好笔再操作。它是铺好之后啊，这个颜色不匀呀，问题不大，到时候拿加护胶一找平就可以了。然后你可以用拉线笔再细画一下，用短拉线笔给它细画一下。细画哪儿？细画它面部轮廓边缘。虽然你看着有的时候看着是一条直线，但实际上它还是要根据面部整体的这个结构走，有棱有角啊，下颚骨、颧骨。给大致先铺上颜色，看基本整个这儿就铺好了，对吧？你看这个方向跟它这个方向是不是有点类似接近？好了，来再把下巴也填上，再把下巴也填上。先按照这个肤色走一遍，先根据它这个走。你实在不行，你耳朵画出来也行，但耳朵一般还得改。像动漫人物、卡通人物，它的面部结构就是靠线条去调整，画线条调整。用长拉线笔会慢啊，出现那些竖痕也比较多，所以说你用短拉线笔就行。你们感觉甲面特别多的小竖痕，或者说不平整、颜色不匀，那么就多取点胶，多取点胶去操作。你不是已经定好它衣服领子的一些位置了吗？你就按照领子其他的位置给它填上，就算稍差了一点也没关系。哎，你越画多一点，不要画少了啊。下巴想偏向尖一点的，给它勾细一些。这个就是现在教的话，画动漫人物得画2天，得画2天。好了，来泡好它的这个基本位置之后，来稍等。整个头部都给勾出来，无非就给他戴头发的问题，戴假发的问题呗，对不对？这个需要多练。你想说指着自己画一次全画出来，那不可能，好吧？那不可能。
必须等它完全照开再下一层，不然容易散掉啊，容易塑胶。好，来第二个，我们开始给它画头发。画头发的位置，或者说你先画眼睛，画其他的位置都行。咱要是从简单来说，来我教大家先从领子开始往下画，画哪儿都行，这个没有什么明确规定。然后我们先按照它整个大色块，不要管有没有阴影，不要管有没有阴影，先按照整个色块它的一个外轮廓的形状。我这个有凸起啊，因为待会儿是实色，我可以把它深色可以把它盖住，所以我也就没去调整，尽量假面保持平整一点。有点看不大清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。我这个眼睛今天不大好使。看看它衣领的外轮廓是什么形状？哎，咱给它画什么形状？边缘线不整齐都没事啊，最后我们会统一再去用线条去给它盖住。这你提前调好颜色再画，不就省事儿了？你省得到时候实在我再先去调，这个颜色刚画了一半又得调色，不够麻烦的，对不对？尽量保证我们每次画的这个颜色铺胶要均匀一点，铺胶都稍微均匀一些。有了，对吧？这个灯为大家打光打的有点太亮了啊，反光反的看不清，你们自己画的时候控好笔。照灯，再次照灯，不要破坏掉。你照灯照一次就完全照干，尤其是当有的胶你了解了之后，它的胶特别容易缩胶的。但是上色度又很好的，你就得多照一会儿灯，不要照一段时间拿出来，照段时间拿出来。当你拿出来的时候，它就得缩到一块儿去了。完了，咱再把外面领子颜色还是这个浅蓝色啊，我说过了，由浅到深的去画，先画它的浅色，深色可以加，也可以最后做提亮，然后。不要，如果是亮面比较占的多，就先画亮面大的、浅的。但如果暗的面比较多，只是用来提亮一部分，像眼睛似的，我们就先去画深色啊。这个着重基本上都是由浅到深的去画啊。来测领子，领子，你看这是短拉线笔，按这长拉线笔画啊，画一些细节性的东西，咱就去勾细线，勾细线先给它勾出来。估计很多这个同学看着看着都走了啊，看不看的，反正有些也不愿意学这个的。注意找好肩膀角度。OK，来填色。我想给它再加的稍微浅一点，取这个涂两侧的时候，然后完了一会儿再加重。
一般你们就用短拉线笔去填色就好了啊，用短拉线笔进行填色。你看，基本上大轮廓这不就有了吗？啊，小脸心照正，咋来呀？动漫人物哪那么难？越是这种它能电脑合成的，咱就相当于手就是电脑，把电脑这些颜色啊、色块啊，把那个勾线自己勾，然后涂色自己涂，就不用填充。说实话，这个图要是用电脑画会更快一点，因为有辅助工具，比如画圆、画直线、画什么的啊，包括画头发的一些这个素材等等。照一下灯，然后把头发勾出来。头发的话，还是我们先用浅色去表示，先用浅色去定好位置，咱再去走别的。比如说这个紫色系的，我们用紫灰色调一点点的白，尽量把它调浅一点，然后再用这个浅紫色先去定一下，再加重，越浅越好，越浅越好。其实它是带着一点点蓝在里面的，加点蓝会变得灰一些。好了，这儿发际线，定好它发际线位置在哪儿？哎，面部中间，从中间走，那这个地方可能有，这就用到了什么呢？用到了啥？用到了咱们画花朵、画花的时候这些手法。比如说我压笔，重压笔是发根，然后前面这样吸过来，是比较搞笑型的，看起来。你们先按照这个图片的纹路去走，画一缕一缕的头发，头发不要画单根儿，画成一绺一绺的那种啊。哎，算了，别让你们画头发，你们画完眼睛画不上。来，你们先把这个擦掉，先画这个眼睛吧，画眼睛吧。我怕你们画完眉毛之后，画完这个头发之后，眼睛啥位置都不好画了，咱最后画头发啊。来，把眼睛位置定好，眼睛位置你再用这个肤色，我们先定一下。你比如说他的鼻子，你先找好他鼻子的位置在中间啊，就通过侧面看他的脸侧，找好他鼻子。这个浅浅的你定一下，然后错了可以擦掉，这也不会影响太多。然后嘴巴，它跟鼻子的位置在哪儿？它们两个是什么关系？还是先定一下，定好了，眼睛位置在哪里？跟耳朵又是什么关系？眼睛啊，一个大一个小，一高一低，一高一低，不要画成特别平行的。右边的眼睛比左边的要低一点，不能说低一点，它是一个弧度过来的，中间是这么弧过来的。好，眉毛的位置，你大致定的差不多了，你再去加深画，它不就不错了吗？直接画老出错，不够擦的。好的，来眼睛，我们用这个棕色，或者说先用白色啊，直接用白色去画，白色去勾出它的白眼球。画做指甲可磨性的，你们这个有时候看我画的可简单，但或者说我剪辑的视频都就是特简单就做完了，但实际上就用了挺长时间，就跟咱们现在画一样，哎，一边拍一边剪，最后把它合成一个2分钟左右的一个视频，对不对？不要眼睛注意啊，眼睛不要涂的太厚，不然它眼球整个是突出的，就不好看了。我们画平面就整体都画平面，好吧？
可以画大，但是不能画小喽。画大我们可以改，可以给它用其他的颜色画线的时候盖住，但是你画的太小的话就不行。注意，这边是内眼角高，外眼角低。好了，我就尽量慢的就给大家画啊，画细一点。你画的越细，就一次成功；画不好就得多来几遍。好了，来先照一下灯，照一下灯。还是照一下就行。咱这个白色彩绘叫花喜不大，然后另外一个不大行。好了，来再取你的棕色，给它勾出做细线条，勾出眼睛外轮廓。不要有胶珠，笔干干净净的。你看看有没有学员回找我，跟他们说一声。平常画眼睛可能说一遍，哎，咱勾完了，但是你们画一定要耐着性子画啊。这个好画在哪儿？它没有眼睫毛，需要和好多层眼皮，我们可以比较好的分析，比较好轻松的就给它画出来。这种人物一般来说要比画那种，就是卡通类型的要慢一点，麻烦一点。你们就用心画，画好一个，哎就可以。画好一个，画第二个的时候就能找到它的一些那个小窍门，快速画能画它的一些地方就好了啊。我需要趴上画，你们接下来可能得就是放大画一点，要不看不大清，有点遥远，可能。换一个颜色啊，那个颜色有点。开始有点暗，没关系，待会儿就挡住了啊。老师再稍微做调整，先大致描上去，然后来把眼睛勾出来。胶别多了啊，胶不要多了。待会儿你再慢慢的去细化，它就像样了。你现在刚一下子看起来好像，哎，这是个啥？稍微写个眼。多余的胶给弄掉啊，这个胶有点多，别突出，眼球千万不要突出，一突出就丑了。来，
一下灯。眉毛待会儿咱再去调整，眉毛再调整，因为我这个角度是斜着角度说话，你们就尽量的画的给它匀一点啊。颜色不要过分鲜艳，当过分鲜艳的时候，就显得面特别亮，任何东西都显得很突出。把这照一下，黑色彩绘胶，红色去调一下，把红色调暗一点，少一点，然后把它眼睛给它勾出来。你可以先这边加一点黑和棕放在这儿，然后再加点黑和红去调和。这是什么？眼睛的阴影部分。咱大概还得需要20分钟左右才能画完。我接下来快速去画，然后你们慢慢的去，因为如果跟着我在画的话，慢慢跟啊，慢慢跟，哪里没画好没关系，可以再重复去画。尽量匀着，快一点去给大家画画。这个先照一下。白色，看看眼睛，哎，这个眼线位置过多的、过少的，哎，位置不对的，给它稍作调整啊，可以再调的，但是不要多，一多焦就很突出，可假。哎，尽量能在第一遍画好的情况下就画。这个大油条啊。眼睛里面的抛光。这都是细节性的东西了啊，但是在指甲上可能你要看的是整体，某一个小地方我们可能看不出来，有的甚至说我点上去好像没什么太大的作用，但是整体你在看的时候作用就改变了，所以说一定尽量仿着原则去做。这个慢吧，是不是特麻烦？但是告诉你们咋画，一步步往上加就好了啊，就简单照一下，到后期这种小点点，简单照一下，一上照1-2片就可以。你们自己觉得这个图片不好画的，也可以先从基础的卡通入手，然后再往上去加啊，朋友们，然后去照一下灯，基本上这个眼睛差不多，然后把鼻子、嘴巴给它画出来。先要注意看它的一些阴影、侧影，你可以先去勾线，再去找它的侧影。侧影的话，你看，比如说发灰的，我们就拿咱刚才调好的皮肤色，稍微加一丢丢的黑色进去，把它调的稍微灰一点，作为皮肤的阴影来操作。你看见皮肤上基本上所有的阴影部分颜色都是一致的，所以说
你们调就行了啊，实际上少一点，先调好了再说那个多与少的问题，或者说你在里面加一点点的暗红色也可以，这些都问题不大，因为你打开你的这个图片放大去看它的阴影部分是什么色，不要一次性做的太暗了啊。但是卡通虽然对比明显。当你感觉放上去好像不是特别明显的话，那你就再调暗一点点，再调暗一点点。画一下，大家都可以倍速的看啊，开倍速看，能开倍速看。再加，照个灯吧，把眼睛部分都照好了。来，再调一点，再把它调暗一点啊，一点点的来，总比一下子调的很暗要好得多。但是一定因为卡通的这种动漫类型的，一定让它明显一点。把它头发底下所有的阴影都给它勾画一下，就是从眼睛这儿开始，然后到所有它阴影遮盖住的部分都给它涂上啊。其实这一步呢，你也可以在刻画眼睛之前先去涂出来，然后就是先铺大面嘛，铺完大面再往下去细走，往边缘。这是阴影啊，这个不是鼻子，鼻子只是用线条去表示，所以阴影画上去之后感觉会有一点点不好看。鼻侧影。
挡住，它眼睛只是有个影打过去。所以说，你们提前先去把阴影做好，再画眼睛就可以，至少不会被挡住。上面的话有能露出来的部分，你尽量就去把它涂的均匀一点，露不出来的大致有那么个颜色铺上去就可以了。如果上面都被加深，那就不管它了啊。然后这边把涂中会露出来的地儿。其实你要说这种习惯，你要用电脑习惯了，把头发加以复制，然后变成这个颜色，一拐弯就得了啊。但是这个真人不行，这种画法的是不行。看现在是不是看起来比较尴尬？尽量别太尴尬。你们这画了些啥？对不对？帅不帅哥的都得看发型啊，发型不行，啥也不行。基本上已经打出来了，小朋友接，最后开始画头发。头发的话，我就直接用那个咱们拉铅笔去画啊。笔让所有的膜都收到一块去。注意把头发的它的这个高度啊，以及它的蓬松度，它不仅仅是贴着头皮的，它一定是贴在头皮以外的区域，给它把它的这个整个蓬松度给它做出来。我这个图片看不到它顶部的发际线啊，所以说我就想象着去画它的头顶是什么样子的。然后头发呢都是从头芯这儿往外去问，
分出来的。所以说你们在画的时候就注意，哎，我从头顶给它顺下来，头顶给它顺下来，一层一层，一粗一粗的这么去走，可能这个朝这儿，那个朝那儿，对吧？有可能有翘起。这个颜色最后咱还得给它稍调整一下啊，得改一下面部整体这些线条没给它勾画去，没给它勾画出来，就会有一点点的不太好看。它的发型前端是从怎么来的，后端怎么来的都不一样。你就先按照大面积去给它铺色，再给它铺过去。这人物难在哪？一个眼睛，一个他的那个头发啊，这两个相对来说是不太好画，比较难画的两个点。所以大家没事可以多练习一下，在纸上或者是直接在直接在纸上去画这个人物的头发呀这些。这个跟个非主流似的，你把头发最后给它换一下，把这勾出它的轮廓来，不用管啥颜色，满头能盖。老蹭啊，我换个角度，老蹭。来擦一下头发边缘，蹭掉的这些，最后待会儿咱们给它加深加提白一下啊，稍微提一下头发发梢的纹路，哎，再加重一下纹路，有些地方就好得多了。这个看起来好像就跟那个，你们记得多少年前那种 QQ 图像有没有？先把它照一下灯，现在毛刺刺的非常丑啊。大概按下之后，来给它提亮，然后再做细节画线条，先把线条都画上，勾画出来，最后把头发提亮一下，看看啊。然后头发其实也是有这些纹路的，为的就是要就是这个深色纹路的边边。然后做这个线条整体的话，咱直接用暗紫色。这个蓝紫色给它勾的话都是细线啊，全部都是细线。然后面部的话都是棕色，你们可以放大去看看，有的地方是暗紫，有的地方是棕色或者深灰色，用棕色也可以。来，快速做一下，棕黑色、暗棕色、深棕色。
头发没画完哈，不要着急，大家不要觉得头发就这个样子，咱先把其他的地方都给完善一下。就贴着你这个阴影的边边去走，贴着阴影的边边去走。突然真的好像那个不抽象，给我旧版的那些表情形象上，我急了，简直笑死。平时看到画的这个样子，我就该重新画了。我今天尽量给它修一下啊，尽量修一下。头发，头好，先让我弄上。找个暗一点的深灰色。
后去找它的高点暗处。抠出涂方一些暗部，然后在暗部之外再给它提亮就可以了。再给提亮一下啊，脸部矫正一下啊，脸这是歪了。
正常好好画1个多小时，画2小时。啊？这样不错。眼睛细化一下，眼睛整体稍微偏大了，做小一点，做小一点点。不是一个大事儿。整个脸有点偏瘦，是不是偏瘦3个？把这边做宽一点。画这个画的时间有点长了啊，大家可以接着看。看不出来，大家慢慢去画画试试，看自己能画到什么程度。我这个也是，就是不是说咱在做集训课我就从头开始画，就尽量啊，在这个基础上能把它画的稍好一点。稍微暗一点，哎呀，就来了嘛。那张眼睛一定要往下来点就行了啊，在眼睛上，所以这些东西都可重要。我把这个画完啊，画完这儿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调整一下它位置，指甲上是不是很多细节在这个图片上的细节就看不出来了？这样差不多啊。来，咱先照个灯，这个更次。
然后把头发稍微点点小白点就可以了，浅一点的。鱼里上面。来这，有一点清晰。来，对，或者再多画几个男女的啊，就是我找一找什么还能再简洁的一些画法，来涂一层加护胶。右边有点让我蹭。好一点了是吧？这样还好一点。这个现在有点刺啊，这个画。看看啊，感受一下，你们自己知道大概这种意思，怎么往那儿去走，怎么下笔从哪开始，然后先铺大颜色，铺好大颜色，最后画细节，没有阴影的直接画眼睛就行啊，直接画眼睛。然后有些头发就先从浅色画去勾出来，然后再画深色。